要问大家今年最为期待的旗舰机是哪一款？毋庸置疑，那肯定是华为 P50 系列。但是华为的绝唱麒麟9000芯片断货之后，本应于早期发布的 P50 系列新机迟迟未发布。好在左盼右盼，它终于来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它的一些变化。华为 P50 系列屏幕素质方面，两款都是 OLED 屏幕。P50 屏幕供货商为维信诺，这也是头一次采用维信诺的屏幕。P50 Pro 的双曲面屏供货商则是维信诺与京东方两家，屏幕混用，它们均为国产 OLED 屏，没有 LG 也没有三星。固然京东方是越来越好，但周冬雨屏一直是个坑。华为 P50 采用直面屏，尺寸为 6.5 英寸，而 P50 Pro 则是曲面屏，尺寸为 6.6 英寸。这是华为 P50 系列两款机型也都遗弃了被吐槽的药丸切色，而是采用了居中挖孔方案。华为 P50 系列搭载的芯片有麒麟9000和高通骁龙888，其中 P50 搭载骁龙888， P50 Pro 搭载麒麟9000和骁龙888，但仅都支持 4G， 绝系没有 5G。 麒麟芯片被影响之后，产能严重不足，只能寄望于高通。目前高通骁龙888无疑是最优选择了。华为 P50 系列作为一款顶级旗舰手机，缺失了 5G 功能，这一点是华为最无奈的。除了华为手机里集成 5G 基带的麒麟处理器存量有限外，还有华为在被制裁后可能拿不到 5G 手机必备的射频芯片，其主要负责 5G 信号的接收和发送，所以 5G 芯片只能当 4G 用。但2021年各大手机厂商都在 5G 手机领域厮杀的时候，华为依然要推出的是 4G 手机，这绝对是华为最憋屈的一款旗舰机。P50 系列没有 5G， 那怎么办？不过华为也想到了解决方法，就是通过 4G 加 Wi-Fi 6和 AI 技术，用户依然可以获得更好的功耗和通信性能体验。同时华为也格外强调，如果是看信号稳定性，华为 P50 除了极限下载速度，信号体验要比 iPhone 12系列更强。P50 拥有4100毫安电池， P50 Pro 升级为了4360毫安电池，有线快充都支持66瓦，而且 P50 Pro 还支持50瓦的无线快充。这方面的技术变化不大，这个快充的表现也算是中规中矩。不过对于高通骁龙888芯片的华为 P50 和 P50 Pro 机型，4100毫安电池和4300毫安电池的续航可能不会太理想。配色方面，这是华为 P50 Pro 提供有可可茶金、耀金黑、雪域白、拂晓粉、涟漪绒波5种配色，华为 P50 则提供3种。拍照的强大从来都是华为 P 系列的基因。近10年来，华为一直领导影像的创新，不断从硬件到软件上进行探索，领导影像的走向。P50 系列，华为第一次引入了计算光学，这是业界首创的手机摄影技术。传统的光学是增大光圈、增加进光量，用新的材质增加传感器尺寸，这些都需要在硬件上不断的提升。而华为的计算光学通过对光的研究，通过强大计算能力弥补光学系统本身的一些耗散，用计算能力来提升光学能力。通过原色引擎模拟了人眼对光线的感知。应该说，计算光学和原色引擎被引入到手机中，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以后的摄影能力提升影响巨大。华为 P50 它采用了3摄方案，主摄5000万像素加长焦1200万像素加1300万超广角镜头。华为 P50 Pro 则采用了4摄组合，主摄5000万像素加4000万黑白加6400万长焦加1300万像素超广镜头。就在镜头设计上，而这次也是最争议的，手机厂商不应该追求摄像头的数量，而是想办法让每个摄像头协同工作，来发挥它的最好的效果。对此，华为 P50 系列提出了原摄双摄像单元，除了提升产品的光学能力，在外观上，华为 P50 系列也发生了较大变化，首次推出包含双影像单元的万向双环设计。
华为 P50 系列是出厂预装鸿蒙系统的旗舰产品。在发布会上，我们听到介绍 HarmonyOS 2.0 短短不到2个月时间，已经拥有了庞大的用户量。至6月2日，华为发布新一代鸿蒙系统 2.0 后，升级开启仅1周时间，升级设备数就突破了1000万。历时1个多月，升级设备数量突破3000万，而截至目前不到2个月时间，升级设备数已经突破了4000万。实话说，鸿蒙系统的确有很大的冲击力，以及在用户中它有极好的口碑。这是第一次鸿蒙操作系统被预装在手机上，它也将帮助 P50 性能提升奠定基础。鸿蒙系统使手机操作的流畅度、纯净以及安全性有了很大提升。除了令人惊叹的顺滑之外，强大的物联网能力是鸿蒙赋予 P50 系列的重要看点。通过超级终端的能力，鸿蒙操作系统可以让手机、智慧屏、平板、音响等众多产品之间进行顺滑转换，这代表操作系统的未来方向，也帮助用户体验有了很大的提升。最后，6000元每一部华为4G 的手机值不值？现在华为在中国市场已经发布，它的价格我们也已经了解。P50 的起售价8+1284488元，与上一代的 P40 系列持平。P50 Pro 的起售价8+128为5988元，这对于全球市场的价格也就是700美元和900美元。而部分网友对此有疑问，既然是4G 版，为什么价格和上一代的5G 版一样，没有附赠充电器和耳机，但华为依然高昂的价格让人疑惑。但今年华为 P50 系列事实上却带来了新的设计和更好的影像单元。如果单单说你对 5G 要求不是太高，而且又不需要急速的 5G 网络下载，其实今年的全系 4G 手机我认为还是可以考虑的。其对于用户对 4G 或者是 5G 上网的要求，当前的另一个事实可以证明没有太多人在意它。虽然华为 P50 全系仅支持 4G，而在华为电商旗舰店上，仅仅用了6分钟 ，P50 Pro 就已经完全被预定完了。看来目前不少人还是愿意继续使用 4G 的。有的网友表示，目前 WiFi 基本上已经随处覆盖了，自己对网速的需求也没那么高，根本用不上 5G。另外还有了解到，在北京顺义区的华为线下体验店，在销售的华为 P50 Pro 预售很火爆，现在不用付定金，留个电话就可以预定。这款手机预定的人非常多，每个销售手里大概都有2-3个订单。然而消费者对这款手机的态度其也并不一致，没有 5G 是最大的槽点，感觉像是在清4G 芯片的库存，而且4G 手机卖到这个价格确实有点贵。也有人表示 5G 套餐太贵， 4G 完全够平时使用， 5G 的资费和功耗高，普及率低，加上无处不在的 WiFi， 5G 并不是那么不可或缺，并且用 P50 拍照看起来是真的香。好了，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内容，欢迎关注、点赞和留言互动，下期内容我们再见。